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0月12号，今天是西班牙的国庆节啊，也是星期天。那么周末呢，出来海边走走，吃个饭，顺便录个视频，闲聊一下最近一些网友咨询我关于移民西班牙的一些话题。最近呢，这个西班牙这边呢，进行一个移民政策的一个调整啊，就是前段时间一直说的很多的，就是要对非法移民进行一个大赦。那么这个法案呢，就前几天呢，这个西班牙的首相他已经说了，就这个东西要加快进程，估计呢在今年的11月份呢会推出啊。那么整体来讲呢，就是这个移民法案呢是对黑在西班牙就没有合法居留的人呢是有非常的有利的啊。那么主要呢，它的这个改变呢，应该是就是它原来你在西班牙可能你是要黑3年就是你3年居住以后呢，你才能获得合法这个居留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要改变这个时间就是你在西班牙只要居住2年，并且就是你能够获得劳动合同就是有公司愿意雇佣你，那么呢，你就可以合法成为这个合法居留，转成合法居留，并且呢，就是西班牙这个首相他也说了，会简化这些程序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有很多流程，对吧？当然了，这个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需要有工作需要有劳动合同。那这点呢，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因为对于西班牙的这个政府来讲他当然希望就是你从一个非法移民变成一个合法的劳工，那你就要交税、交社保，你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对吧？那么相应的这个你付的这个税你付的这个社保，这个钱是哪来的呢？当然就是雇佣你的单位就雇佣你的老板付出的，是吧？所以就是对于雇佣人的这个公司呢，它是有一定这么要求的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对许多原先就是在这边能够找到工作，或者说他的语言也比较好的这些人是有一定帮助的但如果说不会语言也没有就是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用因为可能对于许多公司它并不会雇佣就是你没有什么技能也没什么语言我是指就是他愿意为你付出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成本，对吧？所以说吧，就是优势就是时间变短了，3年变2年缺点呢就是还是需要劳动合同当然了，不管你是什么移民，就是你在这个西班牙这边，你在这个社会，你最后你必须得工作或者是经商的，对吧？就你必须得从事一个谋生的方式的所以呢，你必须就是你要掌握语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你不可能说你不掌握语言也不去工作，你就一直待在这里这个呢，其实也是最后许多我们中国移民的人，或者说不掌握语言的移民的这些人呢，最后离开的原因就是要不就是他自己真的没办法掌握语言要不就是他觉得他未来也不太可能掌握语言。当然了，我还是要说有些人会问我梁哥，他说我要黑在西班牙然后获得居留身份这个其实我真的不推荐，我反对因为
其实你要是在这边，最终啊，就是你能不能掌握语言，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啊？如果说你掌握不了语言，找到不了工作，那么你也只能就是靠着你自己的钱生存，并且呢，这个也不是长期的，因为你如果一直没有办法为西班牙这个社会提供价值吧，啊，就你一直不能交社保啊，一直不能交税啊，对吧？那你最后就是你还是你的居留啊，他是否需要你留在这儿？第一个菜已经来了，是个鱿鱼啊，是个炸鱼啊，就是一些这个各种鱼吧，炸一下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一份量还挺大的，尝一尝。里面挺嫩的，主要是西班牙这边吧，这种炸鱼海鲜什么的，它这个海鲜比较新鲜啊，就也处理的比较干净，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挺好吃的。这个是这种黑米的海鲜饭啊，其实真正的墨鱼饭，真正的瓦伦西亚的这种本地的饭呢，它是这个放兔子肉啊什么的，我不喜欢兔子肉，我不吃那个，所以我就点这种海鲜版的啊，海鲜版的是给游客吃的，尝一尝啊，很鲜。吃完了，一锅海鲜饭，再加上这个一份炸鱼啊，还有2杯啤酒，一共是50欧。怎么说呢，在欧洲的话，这个价格算是比较便宜的啊。本来如果就是不点这个饭，因为它这个海鲜饭呢，它必须它单份价格是15欧啊，就是你必须2人份起点因为可能它一份它没办法就是给你做啊，因为它是现做的，它不像超市那种是给你做完，然后人来了他给你舀一勺子啊，所以呢这个海鲜饭就稍微会贵一点。我来的时候啊，我本来想不吃海鲜饭的啊，因为我还说呢，我说哎，这个海鲜饭也没什么好吃的，全是饭啊，还不如多吃点这个鱼啊或者虾啊什么啊。但可能就是很久没吃了，就一共也没吃过几次海鲜饭，所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点了啊。黑米饭还是挺好吃的，别的没什么，就吃完嘴巴会有点发黑啊。很多朋友呢，他会问我啊，他说我来这个西班牙这边啊，来欧洲这边生活呢，会不会有这种歧视性的这种事情发生啊？老实说啊，我是真的遇到过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呢是不怎么好的，但是呢，哪里都有好的人，跟哪里都有不好的人，对吧？我觉得这里的这种我们说的那种说就是不友好的行为吧，分几类啊。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在巴塞罗那，就是他们举行这个反游客大游行，是吧？他们许多人就是拿一把那个水枪，玩具水枪啊，然后对着游客啊，就是喷水啊，然后呢，他们还就是举个大牌子啊，就是说什么游客离开，请离开啊什么的。这是由于呢，就是大量的游客啊来到西班牙，来到巴塞罗那和其他的这些城市吧，那么他们这个旅游的狂热啊，导致了就是物价呀，还有这个最主要是住宿，还有房价啊，就一下推得很高。那反而就是对本地人来讲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他们这种不公平或者说不友好吧，他也不是说就针对你一个亚洲人、中国人，对吧？他针对的是所有的外来人啊，不管你是哪来的啊，你是美国人、英国人，哪里都一样啊，他们就是游客别来啊，这种类型的。那么还有呢，像比如说，当然了，就是有些人他都会对中国人啊，或者是亚洲人啊，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存在啊。就比如说，
他觉得就是你这个国家，就中国啊，来欧洲的，对吧？就是来西班牙的啊，很多很穷啊，你家里面没钱，很穷困，对吧？你们这个是来自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啊，就经济水平很落后的国家。这种呢，我觉得在老一辈的这种年纪大的人心目中呢，存在的比较多一点啊。当然了，这些年纪大的人逐渐的也会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他们的这个孩子，对吧？后代啊，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啊，像这个互联网，像什么 TikTok 啊，很多西班牙年轻人都玩 TikTok 啊，他们也用什么小米手机啊，用一些这种中国很多这种电子的产品，是吧？所以他们心目中呢，他年轻人啊，他知道啊，中国是一个现在啊，已经是不像过去了，是个农业大国了，对吧？啊，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 BBC 的啊，这个西班牙的 BBC 的这个有一个讲述中国的片子啊，就是说中国啊从一个就落后的啊一个农业大国，然后呢经过努力啊变成了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强国吧，超级大国，对吧？啊，他们也会就是有这种片子就报道的，对吧？但是呢啊，就是所有针对，比如说中国人啊，他有一些或者亚洲人吧，都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对吧？比如说啊，这些人工作起来不要命啊，他们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休息啊。就西班牙这里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很会生活啊，就基本上工作就是工作，休息的时间也很多，节假日也很多，对吧？当然了，就西班牙的这个假期啊，或者它这个休假制度呢，在欧洲内部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德国人、法国人啊，他们就觉得西班牙人那个休假的时期实在太多了，对吧？啊，就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啊，他们也觉得啊，就比较起德国、法国的话，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效率没有那么高效。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对吧？但是中国人啊，就他一直是最努力的啊，就是以至于什么呢？就是你在外面，只要是星期天啊开的这些什么店呢，基本上星期天的这种店都会关门的啊。但如果开着的话，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啊，或者说什么印度人啊，对吧？就反正这种就移民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呢会觉得中国人工作很拼命啊，就不怎么消费，不怎么休息，对吧？当然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印象吧。那么还有一些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看到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有人走在马路上啊，有些人过来给你吹个口哨，跟你说啊，中国人就七诺，他会跟你这样讲，是吧？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啊，或者他们对你做一个什么眯眯眼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啊，就因为我们的眼睛比起他们来讲，他们是圆的眼睛嘛，我们的眼睛是细长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我的观点啊，我不觉得这个是一种歧视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恶作剧啊，有的人就是好玩，对吧？我不觉得这个是一种歧视，就你到他们的相关政府部门去办事呢，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不存在的这种歧视的一些行为啊，那种我只能说不友好吧。有些人也会跟我这样说啊，但你很难就是分辨啊。有的人他学中文，他跟你说，他说你好啊，他希望就听到你跟他用中文交流。我上次遇到一个警察。他跟我说他说你好，他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中文了，他立刻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他好像一下子态度就非常的友好啊。他说那个我已经学中文学了好几年啊，他说我想去中国旅游的啊，但这个人的中文是就不是一般的那种好，他是
就完全是可以跟你交流的。因为大多数的我看这里会说中文的一些人，他们只会说你好、再见、谢谢这种啊。那个人的这个能力是水平很高的啊，他还那个跟我说那个他是经过考试的，有普通话有什么几级的啊，反正就是日常生活交流绝对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大出乎我意料。上一次还有一个人，也是走在路上，他突然就问我，就是用中文啊，他说你来自中国吗？我当时一下子我就傻掉了啊，我就是因为你在这里，你连中国人都看到很少，突然有外国人跟你用中文这样说，是吧？你会觉得很惊讶。所以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就是当然有这种不友好的这种行为啊，或者说就是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对吧？比如说你明显能感觉到的，你到有些餐馆去吃饭，有些人是否对你怠慢了或怎么的啊？就你可能当然有时候也是，我觉得也是种自己的心理的感觉吧，是吧？但是你不得不说呢，也是有很多人是挺友好的，对吧？这个也是事实存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牵涉到利益关系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和房东之间啊，或者说你和金钱之间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不会做任何让步的啊。你感觉好像怎么平时一个好好的，好像看起来很客气、很友好的人，怎么一谈到大家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好像就是很严肃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里面会有很多事情就大家算了是吧？但是其实他们这里的话，大家都是 AA 制啊，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利益的事情，大家都是非常维护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文化上的不同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还有就是我听到的就是学校里面的学校里面有那个之前有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孩子反正他来了以后呢，他是又买了车然后孩子也是在国际学校读书，但是呢，他住了1年以后就把车卖了，又走了他去另外一个国家了。他就说呢，他觉得呢，就是他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反正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跟老师反映了，但老师呢并不觉得，就是什么问题就不怎么去正面回应他的问题，所以后来他就走了。我觉得这个现象有可能确实会有一点的但是具体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有些事情文化上面大家有分歧，对吧？就不会去可能就不会像在中国国内就你这个孩子要送到国际学校，就大家特别会照顾你，对吧？或者说老师只要你付个高学费什么都好说。可能在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事情具体是非常细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呢，就是我知道关于歧视这个事情，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这里还是比较包容的，就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友好的，也很热情。就你在马路上有时候大家也会跟你主动说欧啦什么交流说你好什么的，会有很多人就也不是一张就是看到你就是一张臭脸，对吧？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